韩某从不平白受人恩惠，道友若有什么事情，直说便是。若不是火阳族已经没有退路，晚辈也不会如此。没有退路，发生了什么？半年前，与火阳族相邻的坚齿族被灭族了，所有女族人都被吃得一干二净，而男族人全部失踪。韩前辈觉得此地如何？可以，不必送进去了。剩下这几步，韩某自己走。伤还没好，不过正常行动暂时没有问题。恭喜前辈，晚辈本想留下料前辈起居。不必，疗伤之时，韩某不喜欢身边有人。烈阳神丹一取出来，就送过来。韩某恢复的越早，真有事情发生，也越能履行之前的约定。前辈放心，神丹仍在地火中温养，完整取出还需要几日。几日等得起。晚辈告辞。不过站了片刻，精血竟亏损到了这种地步。严武，进来。是。把最早发现韩先生的列队全部叫回来，一个也不要少。从你第一次在港口见到韩先生开始，所有细节，一件件说。是。当时韩先生几乎连手脚都不能移动，弟子当时也以为他已经虚弱到没有任何自保之力，但从头到尾，他都没有真正慌过。母亲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犹豫了？珠儿，母亲，我回来了。几年不见，你的修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。母亲已经化形了，不是自己突破的，我用了炼仙果。炼仙果。母亲，你的寿元……如果连命都没了，留那么多寿元，又有什么用？你师父呢？我收到族中传信时，师父正好离岛访友，我怕回来迟了，只能先赶回来。你师父没能回来，这就真的麻烦了。师父虽然没回来，可破天宫在我手里，只要来人不是远胜于我，这一剑未必挡不住。珠儿，这一次不够。即便你的修为再高出许多，也未必应付得了这次大难。若你师生亲自回来，或许才有几分希望。母亲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坚齿族、蝎尾族被灭，我已经知道，可那还不足以让你连炼仙果都用掉。你已经回来了，再瞒着你反而更危险。那你知道是谁灭了他们吗？母亲的信里不是说没有查到凶手？两个族群被彻底抹掉，怎么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留下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乌鲁族。乌罗族？不可能！族中典籍明明记载，当年雷鸣大陆一战，乌罗族已经被蛙氏彻底灭绝了。典籍确实如此记载，但当年的战争太大了，那么多族人，若真有极少数漏网之人逃进海外，
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可只是两族被灭，也不能证明就是他们。坚齿族和蝎尾族的女人全被吃了，可男人却没有留下尸骨，一个都没有。除了乌罗族，还有谁会专门掳走蛙氏男子，却吞噬女子血肉？真正让我想不通的是另一件事：火阳、坚齿、蝎尾三族在火炬群岛已经生活了数千年。如果乌罗余孽一直就藏在附近，为什么过去几千年都没有动静？为什么偏偏到了现在才开始灭族？就算真是乌罗族，我们也未必毫无一战之力吧？若来的只是普通乌罗人，我服下炼仙果以后，的确还有几分把握。可真正让我担心的，是他们里面可能混有乌罗王族。乌罗王族？不可能！当年族中的几位天祭司，不是亲自以大神洞探查过吗？乌罗王族的血脉早就已经断绝了。普通乌罗人既然都能重新出现，当年漏掉一两个王族，也未必真没有可能。乌罗王族最麻烦的，并不仅仅是修为，而且王族本身的修炼速度，也远非常族可比。他们如今敢明目张胆地灭掉蛙氏分族，多半已经真正成长起来了。可如果他们真强到这种程度，为什么没有立刻来火云岛？坚齿族和蝎尾被灭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若乌罗族毫无损伤，我们不该有这么长的喘息时间。他们前两次动手，也许同样付出了不小代价。若真如此，当然最好。可你别忘了，另外两族被带走的那些男人。母亲的意思是，火阳族是三族里实力最强的一支，火云岛的防备也远比另外两族严密。他们把我们留到最后，并不奇怪。他们现在没来，也许不是受了伤，而是在准备得更充分。所以韩先生这个突然出现的人，也许会成为火阳族唯一真正的变数。可我听严武和列队说，他伤得连路都走不了。这样的人，真有母亲说的那么厉害？我已经决定，把烈阳神丹给他。